这里是中国最具特色的火车站，也是全国唯一一处悬挂毛主席画像的火车站。你知道这是哪里吗？它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承载了几代人的红色回忆。这里是毛主席的故乡湖南韶山站。那么这个站背后的故事，你肯定不了解。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从全国各地来参观毛主席故居的人流如潮水一般涌上了韶山，人数多的时候，一天竟然达到7万多人。但是通向韶山的公路车满为患，为了能够方便广大的游客的到来，经过商议，决定在韶山修建一座火车站。于是，在1967年的2月的时候开始修建。原本打算把火车站直接修到韶山冲，但是又考虑到毛主席故居周边的环境保护情况，于是就把这个韶山站修建了距离毛主席故居5公里开外的地方，起到了一个缓冲区的作用。在热火朝天的韶山铁路建设工地的现场，你可能很难想象，这里除了有施工人员，每天还可以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他们怀着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来参加义务劳动。前后总共有3万多人加入到劳动当中。在那个科技落后的年代，他们全靠肩挑手扛，只用了短短10个月的时间，韶山站就全部完工了，堪称当时用时最少、质量最好、工期最短的铁路。通车当天来自全国各地近2万名的群众参加了这个开幕的典礼。半个世纪以来，风雨无阻，亿万的游客乘坐着红色的列车来这里瞻仰伟人。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韶山站停运重修，到2001年重新恢复运营，还开通了一条专门从井冈山到韶山的红色旅游专列。但是由于某种的原因再次停运，现在的韶山站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那么多红色的记忆却从未褪去。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到这里，特意跟我们的主席来这边合影留念。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主席。让我们为一代伟人点赞。这3346座墓碑的下面，埋葬的就是曾经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远征军英雄。这里是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这里一共分成72列，4大块8小块，代表远征军英雄们是来自祖国的4面8方。这里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要知道的地方。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国殇墓园，去缅怀那些抗战救国的英雄先辈们。在前面这个墓穴中，竟然还埋葬了3个日本人，就在这个窝种里面。他们是日本侵略者148联队的连队长藏仲康美以及他的2个副队长。埋葬他们并给他们建窝种，是希望他们也可以入土为安。但是下葬这3个日本人的时候，是让他们双手反绑，双膝永远跪在对面的英灵面前。因为这个墓园里面埋葬的都是保家卫国的中国远征军。1997年，日本政府通过多种方法想带走这3个日本人的遗骨，并且把他们下跪的塑像也一起从园林挪走。提出的条件是，日本企业在腾冲可以投资10个亿，可以快速带动腾冲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也提出了3个条件，如果你能同意这3个条件，就让你带走。第一是让他们修改日本教科书，正确认识历史。第二，把他们侵犯中国的甲级战犯从靖国神社里面挪出来，不得再祭拜战犯。第三，通过日本政府官方的途径正式向中国人民谢罪。但是这3个条件并没有得到日本的同意。侵略腾冲的最高指挥官和他的2个副队长将会永远跪欠腾冲人民，生生世世。这里是中国远征军名录墙，一共记录了远征军10多万牺牲的将士的姓名。这座墙全程一共有150多年，直至今日还不停地有很多的国人前来祭奠。这也是我的团长、我的团故事所发生的地方。在1941年，日军为了切断外界对我国的援助，
出动了10个师，发动了战争。1944年5月，远征军大批部队赶到腾冲，开始了收复腾冲的战略。4个月来的猛烈袭击，歼灭了侵略腾冲的6000多名日军，但中国远征军也付出了将近2万人伤亡的代价。这里是埋葬了3000多名远征军的烈士陵墓，分为4大块、8小块，代表远征军将士们是来自祖国的4面8方。我面前的这1000多顶钢盔，每一顶钢盔下面都是一个鲜活的远征军生命。他们为了这座城市，为了我们中国人，为了我们的民族不受他人的侵害，做出了英勇的牺牲，收复了腾冲。如果不是眼前的这些英勇的将士保家卫国，就不会有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为国战死的将士们，他们都在看着我们，因为这段历史记录着先烈们的拼搏与牺牲，记录着这个国家是在血与火中建立起来的。而这段历史也时刻鞭挞着我们，奋发自强，砥砺前行。这个女人宁愿饿死，也不愿多吃一粒军粮。她就是著名的滇西抗战当中腾冲的送粮妇女。在抗日战争期间，腾冲人民组建了一支艰难的送粮队，他们翻山越岭，把军粮送到军人的手中。但是大多数妇女却因为中途劳累而饿死在了半路。他们宁愿饿死，也没有吃一口军粮，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军粮到底有多珍贵。曾经有一个跛着小脚带着孩子一起去送军粮的妇女，她的孩子实在是饿得不行，就问她的妈妈，这么多的粮食，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吃一口呢？她的妈妈却回答说，孩子呀，这些粮食送到前线，如果多送去一口，就能够救活一位军人。如果救活一位军人，就能够为我们多争取1寸的土地，1寸山河，1寸血。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他们靠自己的肩挑手扛，翻山越岭，冒着生命危险而争取来的。他在临终前都没有多吃一口军粮，这种精神真的值得敬佩。这里是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如果有机会的话，真希望你们带上自己的孩子来看一看，来看一看我们当年那些为了我们现在幸福生活而献出生命、努力奋斗的人们。